还从小就跟死对头放下狠话。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你和狗，那我宁愿选择跟狗在一起。怎料一场车祸竟让他直接穿到了8年后，不仅无痛当妈，还和死对头有了一个崽。他立马决定回家找证离婚。怎料刚拉开房门，男人却黑着脸站在屋内。阮慈，你下次偷情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带上孩子？等等，谁？他偷情？他居然能干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，还带着孩子，这也太丧尽天良了吧！阮慈快要裂开了，对上男人快要爆裂的双眸，他的声音都在打战。冷小王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告诉你我失忆了，现在只有18岁的记忆，你相信吗？冷景的眼眸微顿，但很快他似乎是反应过来，随后发出一声轻哼。为了离婚，你还真是什么招数都能使得出来。阮慈又收获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他不仅偷情，还要跟冷景闹离婚。原来长大后的她是个坏女人，他都有点鄙视自己，不过也可以理解，毕竟这是冷景，他俩从小一起长大，配一起打到大，怎么可能有爱情？现在看着面前这张脸，他都能回想起他5岁时被大狗咬掉裤子的样子。只听扑哧一声，阮慈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不好意思啊，18岁正是忍不住的时候，你笑什么？冷景咬着牙，心头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难堪。阮慈，在你心里我就真的这么可笑吗？女孩刚呲起来的大牙立马收了回去。她和冷景一向关系不好，男人的大呼小叫她也早就习惯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长大后的冷景让她莫名的有些害怕。我没那个意思。她摊开手，一脸无奈的解释，我真的失忆了。上一段记忆是我上大一，周末去图书馆复习，你过来把我的资料书换成了母猪护理大全。想到这儿，阮慈就生气，眼睛瞪得像驼铃。我挂科没？我告诉你，冷小王，我要是挂科了就全怪你。他小嘴巴巴的一直没停，控诉着冷景多年来的幼稚行为。冷景却一个字没听进去，他向来没什么情绪变化的瞳孔，此刻剧烈的收缩几分，眼神跟随着面前女人的表情上下翻飞。这样鲜活灵动的表情，他已经很久没在阮慈脸上见过了。自从结婚后，他看他的眼神总是带着疏离和厌倦，仿佛多看他一眼都是折磨。喂，跟你说话呢，你听没听啊？阮慈挥舞着双手在他跟前晃悠。我真的忘了这几年发生的事儿了，我现在连奸夫是谁都不知道。男人的表情在听见奸夫2字时又垮了下来。阮慈也说累了，走到床边坐下，两条腿晃悠着开口，所以你放心吧，咱们现在离婚肯定是和平离婚，不存在什么第三者插足。冷景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，呵呵，原来说这么多就只是为了离婚，差一点他就被骗了。这个女人居然用从前的记忆欺骗他，她到底还有没有底线？说够了吗？冷景突然上前将他推倒，单手扣住他的手腕。再说一遍，我冷景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，凭什么当初你说结婚就结婚，说离婚就离婚？我是狗吗？阮慈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到，本能的往后缩了缩，这个动作似乎刺激到了冷景，他眼底有些泛红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，紧接着冷绵哽咽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：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离婚好不好？阮慈感觉心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，难受的快要喘不过气来。他一把推开面前的男人，起身过去打开门，果然站着个小哭包，也不知道这孩子听见了多少。阮慈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，他跪在地上抱住小家伙，学着自己爸妈从小哄他的样子，宝宝乖，爸爸妈妈刚刚在说着玩呢，不哭不哭啊。他和冷景大概率是商业联姻，他刚才没想明白冷景为什么非要维系着这段婚姻，现在想来估计是为了孩子。冷景的爸爸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他没有过正常的家庭关系，应该不希望儿子也步他的后尘吧。想着他擦去小家伙眼角的泪珠，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，至少暂时不会，好不好？冷棉哭的小肩膀一耸一耸的，他听懂了，爸爸妈妈是现在不会离婚，可是过段时间还是会离。呜，他就知道妈妈总有一天会不要他的。小家伙搂着阮慈的小手又用了点力气，今天的妈妈好奇怪啊，居然愿意抱他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被妈妈抱着。冷景站在阴影处，静静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阮慈抱着孩子的样子很自然，就像任何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。可冷景知道，这半年来他连抱一下冷棉都不愿意，每次孩子想亲近他都会找各种借口躲开，尤其是他与那个男人重逢建立联系之后，想到这，他缓缓闭上双眼，冷静过后又猛地睁开。假的，他做的这一切不过是要骗他离婚罢了。把孩子哄好后，阮慈才发现冷景已经出去了。佣人王妈送来煮好的燕窝，他用勺子搅拌着问冷景，他一直这么忙吗？王妈听见这话脚步微顿，她狐疑地看着阮慈，是啊，先生最近好像公司很忙，毕竟。说着他怯生生地扫了一眼阮慈，毕竟什么呀？王妈豁出去了，闭着眼睛说道，毕竟太太1周前删除了先生电脑里的全部资料，导致先生1个多月的心血都白费了。说完他长叹了口气，这下太太肯定要开除自己了。怎料阮慈好像被定住一样一动不动，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干出这么蠢的事来。就算是冷小王经常欺负自己，他也不能做事这么没度啊。也难怪冷小王对自己这么冷淡，他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冷景不撕了他都是好的了。阮慈叹了口气，舀起一勺燕窝放进嘴里，刚吃一口又蹙起眉头，这么甜啊？甜吗？都是按照太太平时喜欢的口味做的。王妈还在诧异中没反应过来，阮慈已经放下碗筷，不能这么吃，我得控制身形，不然怎么跳舞？说起跳舞，他赶紧站起身，去展柜上看有没有自己的获奖证书。他已经26岁了，应该拿到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金奖了吧？瞧着太太上蹿下跳的样子，王妈疑惑地张了张嘴，太太您还会跳舞呢？阮慈缓慢地扭过头，心里涌出一个不太愿意接受的事实，他把自己最喜欢的舞蹈丢下了。最后在王妈的帮助下找到手机，阮慈急切地想知道这8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刚打开就发现了置顶账号阿玉，点开细看，他更是
是感觉天都塌了。信息显示他不仅出轨，还是个舔狗，满屏都是他发的情话小作文，恶心的他快要吐了。他颤抖着点开阿玉的朋友圈，想看看他违背女德也要爱上的男人到底是何角色。结果看完他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秦玉，这不是他一直资助的贫困生吗？这对吗？阮慈觉得脑子一下塞了太多东西，有点消化不过来，所以他必须得找个熟人先了解下情况。于是他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准备出门。太太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看见阮慈拔腿往外跑，王妈急忙喊住他。先生可是嘱咐过让他好好盯着太太，不能让他再出去了。我回家。回家？太太您在外头还有个家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回娘家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一觉醒来他和爸妈的家都变成娘家了。王妈虽然疑惑，但还是招呼了司机过来，让他把人送去阮家，再三嘱咐不能让太太中途跑了。哎，没办法，先生和小少爷的幸福只能由他守护了。半小时后，车子停在小区门口，阮慈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赶去。很快就到了门口，他深呼吸2口气，这才按下门铃。谁啊？来了，是爸爸的声音。阮慈心头一喜，已经想好了等下要给他一个最热烈的拥抱。结果门刚打开，又被砰的一声关上。阮慈刚伸出去的手也差点被门夹住。他眨巴2下眼睛，咋了这是？他成鬼见愁了吗？反应过来，他又疯狂按响门铃。爸爸快开门，是我啊！屋内关上门的阮父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神色错愕地站在原地。原本在阳台浇花的阮母闻声走了过来，怎么了？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。确实见鬼了。阮父点点头，语气凝重，你听外头是谁？阮母一听外头传来的说话声，手里的喷壶都吓得掉到地上。他怎么来了？听着不断响起的敲门声，老2口担心会吵到邻居，思量再三，还是打开了门。爸爸妈妈。已经红了眼睛的阮慈一个熊抱扑了过来，差点没把老2口推倒。阮父低头看向怀中的女儿，很是疑惑，还真是阮慈。呜，我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了呢。阮慈哭得稀里哗啦，鼻涕眼泪流了阮父一身，哭完又抱住旁边愣神的阮母。妈妈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？平等的让2人身上都沾满了自己的鼻涕，他这才抽噎着松开怀抱。你们这什么表情啊？父母俩都惊讶地盯着他，眼眸里除了不可思议，还有几分慌乱与害怕。见状，阮慈也有些慌，他该不会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吧？爸妈，我失忆了，无论我这几年做了什么事，你们都请相信我，那不是我本意，我真的全都忘了。失忆？阮父阮母对视一眼，瞬间亚麻呆住，虽然不敢相信，但是都觉得这个解释挺合理。毕竟现在的阮慈别说是拥抱他们，甚至是过来看看他们都是不肯的。那你现在还记得什么？我就记得我18岁，咱们一家人住在别墅里，记得爸爸每天在忙也会回来陪我们吃晚饭，妈妈每天送我去上学。阮慈说着，3人都红了眼眶，阮母再也忍不住，激动地抱住他。小慈，你是我的小慈，我的乖女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几年都不要爸爸妈妈了，妈妈心都快要碎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阮母放声大哭，仿佛要将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都哭出来。10分钟后，阮慈被爸妈家坐在沙发上，他看了一圈屋子，面积不大，布置得很温馨，只是完全没有他存在过的痕迹。爸妈，咱家破产了吗？老2口又对视一眼，好一会儿才娓娓道来这段痛苦的往事。阮慈听后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妈，厨房在哪儿？我想把自己捅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家里的公司居然是被自己做媒的。从爸妈口中得知，他毕业没多久就跟冷景结婚有了孩子，可没过多久他突然转了性，非要让家里拿出巨额资金帮秦玉创业，遭到家里拒绝后，干脆直接转移阮父辛苦打下来的江山。秦玉的确是个商业奇才，半年不到就成了阮家最强劲的商业对手，直接把阮氏干报收购，连带着冷景的公司也元气大伤，阮氏破产清算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。这套房子是小景给我们买的，他当初说要把咱家的别墅买回来，我们没让。阮母说着又低头抹了抹眼泪，咱们欠小景的太多了。说到这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连忙拉起阮慈的手，小慈，你失忆了？那你还喜欢秦玉吗？当然不喜欢，别的不说，秦玉长得连冷小王一半帅都没有，那就好。小慈啊，你可把小景的心都伤透了，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原谅你。阮慈想了想，以冷小王那自信傲娇的性子，给他戴了绿帽子，那肯定是接受不了的。只是妈，我也不喜欢冷景啊，那可是他青春期里最讨厌的人。他想了一会又说道，这样吧妈，我再去跟冷景好好说说离婚的事儿。不行！阮父一听这话立马呵斥出声，你要是离婚了，绵绵怎么办？绵绵？阮慈心脏没有来的抽搐了一下，即便他没有了这几年当母亲的记忆，但只要想到那个奶乎乎的小团子，他还是会不自觉地泛起一阵怜爱。那我再考虑考虑。小慈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？妈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妈，你还会做饭啊？说完他又愧疚起来，对不起爸妈，要不是我你们也不会住在这里，妈妈也不用去学做饭了。阮父无奈地站起身，我哪舍得让你妈做饭，她到现在也就会个蒸鸡蛋，你们娘儿俩坐着吧。说完他便去到厨房，轻车熟路地带上围裙开始做饭。妈，您再好好跟我说说这几年发生的事儿吧，除了这些我还做了什么？阮母给他剥了个橘子递过来，一切都和8年前无异，这几年你很少回家，就像是变了个人。我们起初想着你是生了孩子脾气变了，可是后来才发现你连喜好都跟之前不一样。阮慈眨巴2下眼睛，嘴巴里被橘子塞得鼓鼓的，喜好都变了？是啊，就比如这橘子，你这几年可是从来不吃的，你以前也不喜欢粉色，后来却买了不少粉裙子。阮慈震惊了，他长大后变化这么大吗？真就跟他妈说的一样变了个人似的。等等，变了个人，他该不会是被人夺舍了吧？小说里不是常写吗？那些主角占据着原主的身体完成使命或任务，自己说不定就是这样，要不然怎么解释性情大变？阮母还想说些什么，电话却在这时响了起来，发现是冷景，他直接点击接通。妈，阮慈在你那里吗？在啊，怎么了？冷景沉吟了一会儿，他是不是说自己失忆了？是没错，他是想用这个借口跟我离婚。妈，他连跟秦玉出国的机票都买好了。听见冷景有些可怜巴巴的话语，阮母瞪大眼睛看向阮慈，女儿是装的。